Hello， 各位舰长好，欢迎来到我们崩坏3的特别企划。那想必大家都知道，米哈游呢是一家对 EVA 特别有爱的公司。传闻中呢，创始人之一的蔡哥在每年夏天都会穿上 EVA 的文化衫，是真的吗？是的。就在最近啊，崩坏3终于公布了联动 EVA 的消息。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特别的嘉宾，让他们谈谈自己的青春梦想，还有对 EVA 的热爱。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好了。首先呢，是画师大大，也是 Kiana 最初形象的缔造者 CC 老师，大家好，大家欢迎。接下来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霸道总裁大伟哥，大家好。最后是崩坏3的元老级的程序员天文，大家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崩坏3终于联动 EVA 了，各位心中感想如何呢？我就4个字：公款追星，公款圆梦。好的，那在 EVA 里面，大家最喜欢的角色分别是谁呢？我觉得这有点暴露差评啊，我是梅里啊。那天文呢？香岛，我是监视的眼镜娘，珍稀波啊，对，珍稀波。那大伟哥，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梅里？就是因为毕竟是在那个年纪嘛，因为其实2000年左右大概是10多岁的时候，所以心中比较喜欢大姐姐。不是那个年纪的小男孩、小男生，对不对？就面对梅里这样的说这个，哎，这是成年人的爱哦，这种小男生的这种，哇，留下了很大的这个震撼啊！我感受到了，你应该是跟里面那2个角色一样，就是看到梅里姐姐就是那种啊，梅里太美了吧，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姐姐。对，因为大概满足了那个年纪的这个男生，10多岁的男生的所有的这个XP幻想。那 EVA 这部作品带给了你们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当时你们看到了，特别是在你也说了是10几岁的小男孩看到一部这样的作品，有对你的心里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吗？我觉得其实为什么EVA 这部作品其实会很影响一个人，尤其是在10几岁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其实EVA 的男主他其实不是典型的那些热血漫里面就非常的这个正能量，非常的这个乐观，非常积极向上嘛。他其实这其实是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迷茫。其实我觉得跟10几岁的小男孩的心境是比较像的嘛，因为其实10几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关于未来啊，关于人生的困惑，对，而且可能也会有暗恋的女孩啊，所以其实是很符合，就是说很符合那个就 EVA 的男主，其实是很符合10几岁的男生的这个心境的，对的。所以我觉得10几岁的时候去看 EVA 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对。对，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一句话，30岁之后就不要再看 EVA 了，会变得中二的。所以大伟哥，你觉得你自己中二吗？我觉得少年时代肯定是中二的，对，经历了这个社会的毒打之后，变得越来越这个偶尔中二一下，对。然后我知道米哈游的第一款作品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就很多人都会以为是崩坏学园是第一款作品，但其实在之前还有一款作品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EVA 的片尾曲也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那这2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其实 Fly Me to the Moon 创作的时候，其实C 大也是当时在读大学加入我们，对，那是2011年，对，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有了 EVA 这首歌，然后叫 Fly Me to the Moon， 然后当时就想做一些解谜游戏，所以说就从这个歌 Fly Me to the Moon 的这个意境，其实开始了就是做 Fly Me to the Moon 这款游戏的这种原点吧，所以说。其实真的是蛮受这首歌的启发的，就想做一个魔法少女飞到这个月球上的这么一个解谜游戏啊。所以应该是说先有歌再有这个游戏的。就是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然后对，因为特别喜欢这首歌嘛。对。就在当时做这款游戏的时候，它的主角已经是 Kiana 的这个形象了，所以那时候已经是我们 CC 老师创造了 Kiana 这样一个人物，对吗？那当时 CC 老师你创造 Kiana 这个人物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在当时的话，我应该是在大4后半年，就是我处于实习的时候就认识了大伟哥他们嘛。
然后就开始接了这么一个人设的一个，当时来说算是一个外包，对，是人生的第一笔外包单吗？啊，不是，我当时已经做过很多动画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工作，才会被我们从网上发现。对，但是那个时候做的东西其实跟 ACG 没什么关系，所以说这个人设其实给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因为我几乎说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一个这种工作或者事业来去做，就是这么一个契机。因为在当时肯定是其实了解我们 ACG 文化的人是特别少的，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其实那时候我也在学校里面组动漫社团，对吧？然后到了其实你们在2011年那时候开始做崩坏学园的那个时候吧，我们刚刚到，我也是刚开始工作，到了工作环境中就会发现，大家对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动画，就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很喜欢动画的一个人，会给你投以非常另眼相看的那种。所以说其实当你们一开始要做这样的2次元的游戏的时候，面向我们说宅男的游戏，是面向大家自己的这样的游戏的时候，是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非议的吧？对，我觉得其实2011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2次元这个词语啊。那时候我们说把我们喜欢做的东西称为这个 ACG 嘛。只是确实那时候你会看到，就说至少不像今天这样，大家会非常自豪的展现我是个老2次元，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那时候喜欢的人非常非常纯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网上你是不太容易遇到这样的人，但是你遇到这样的人之后，大家会非常非常的聊得来。就拿我们是怎么遇到这个 CC 的，就是其实我们当时作为一个交大计算机系的这么一个技术宅，其实我们也不会美术的，但是我们就在讲说，其实我们希望设计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符合我们喜好、符合我们这个理想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其实就开始会在网上看大量的说，有没有人可以创造这样的角色？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很惊喜的就是在一些包括当年的 QQ 空间啊，然后就发现了CC， 然后那当时他还是个大4的学生，然后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面，那就在网上联系他，表达了我们的这个想跟他合作，那其实大家就合作了。就你会看到其实非常非常纯粹，就很简单。对，那时候我们也是学生，也没有什么钱，也不会谈那么多的钱啊，谈外包，但是大家就很快就没见过面，很快就开始一起合作了。但是也就是在网上作为网友合作，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你现在想想还蛮怀念的。对，因为能跟你一起做同样事情的人其实很少。他们说你当时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学生会主席，全学校都认识你，那一定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也认识你，帅气的小哥哥也认识你，所以你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是个现充是吗？其实不是，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我的人生非常神奇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活动啊，就一个人一起。但是我非常运气不好，我本来是要出国留学的，后来2008年遇上金融危机，就没能出去，后来就不幸的在交大保送研究生了。然后读完研究生之后觉得哇，这个又在这个交大读好几年，就开始放飞自我了。所以我的人生其实以这个读研究生作为这个分水岭啊，在这之前我从没参加过任何社团活动，对，然后也不怎么跟其他人来往，但是保送研究完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了。我明白了，就是读书很简单，保研很简单，那还是多玩玩，多交朋友吧，看看这个世界的精彩。那时候因为正好我在交通大学的时候还是交通大学国际化学生，因为我同时读了交通大学和美国佐治亚理工的2个双学位啊，所以正好我们双学位这个项目其实需要有人出来组织这个学生工作嘛，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自告奋勇的开始主持这个学生工作，后来也被大家拥戴成为这个学生的负责人嘛，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段经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段经历，后来才会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包括今天去做公司的这个管理吧。对，其实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是我们大伟哥非常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创业比赛上面，讲述了关于你们的游戏。对，非常的可爱稚嫩。但是呢，讲解这个游戏的时候，能明显感受到来自于下面的一些人的嘲讽也好，或者说也不能叫嘲讽吧，其实他们当时是不理解
不认识这个东西。那在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又不了解你这个东西，又不知道谁会来买你这个单的这个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还能下定决心朝 ACG 的方向去努力呢？那个视频应该是2011年我们做完 Fly Me to the Moon 之后，然后没挣到什么钱，但是也想继续往下做，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代表团队去外面去拿投资，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创业比赛。因为那个年代可能确实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 ACG， 再加上我们又是个大学生创业团队，所以基本上不太被人看好吧。所以我觉得说，包括当年的评委，其实我不认为大家是在嘲笑或者嘲讽我们，只是可能大家不理解，或者说觉得就像刚刚菊花花讲的，可能觉得这个技术宅呢有点可爱，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其实我们自己能够持续往下做，还是就比较简单的热爱吧。所以因为谁也不知道2011年，包括我们自己也，就像2011年我就是在我最疯狂的想法里面也不会想到说今天的二次元市场会有这么大，会有这么多人会喜欢我们的作品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想法，想去做自己喜欢做的这个 ACG 事业，所以后并且去为之去努力，所以参加了很多创业比赛啊，去跟很多人展示了我们的这个项目啊。所以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我们，对，但是但最终我们也运气很好，拿到了唯一的一笔投资嘛，对，1笔100万的投资，也让公司走到了今天。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对。就只要是一直在有做事情，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路上有多苦，其实是不会真的觉得有那么辛苦。其实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苦，因为那时候也是学生嘛，对，就是学生，然后就在做你认为很多你所热爱的事情，然后你在不停的努力，所以是不会觉得那么苦啊，对。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在路上一直前行的时候，是不会注意脚下的石子。那当时其实 CC 和天文也是一直都在你们团队之中，对。那你们当时跟着就是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觉得困难，或者有没有迷茫过？就感觉因为大伟哥一直拉不到投资，对不对？游戏做出来好像成绩也不是那么的好，因为第一款游戏你们也说了，成绩不是特别好，对，可能大家觉得有很多问题。对，你们当时有什么别的想法过吗？我当时经常被家里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回广州工作？对，为什么一个人在上海工作这样子？当时我说等这边倒闭了就回去。是，结果好像并没有这么容易。应该快了吧？可能今年就倒闭了，今年倒闭了我就可以回家结婚了。没有想到一直到了现在越做越大，怎么办？对，所以我们西西老师今天还没有结婚，内心非常的焦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路上来做各种项目，都是做我美术相关的东西。其实对我是没有很阻碍性的困难的，但是对于团队的其他成员不一样，他们往往就担负了很多游戏开发，就各种未涉足的领域，包括那个年代连游戏运营都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大伟哥还是第一个克服的，所以说其实困难还是很多的。但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在做我本职的东西。那天文作为一开始的这个程序员，你会觉得很辛苦吗？我实际上那个加入的时间也挺神奇的，然后跟大伟哥差不多，然后就是我在进交大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现了仿佛悟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那个当时崩坏二还没有上线嘛，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寒假什么的，然后也没回去，然后就住在跟伟哥罗爷，然后那个就是借住在他们租的那个小房子里面，住的房子里面，对，一群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做游戏，然后像那种小黑作坊一样。对。我们刚刚说了做了第一款游戏 Fly Me to the Moon 嘛，就做完这款游戏之后，大家是怎么会想到去做一款就是崩坏学园这样子的游戏？崩坏学园这个还是有点故事了，因为我们当然做完 Fly Me to the Moon 之后，其实还是蛮沮丧的，因为这个游戏成绩不太好，然后也没赚多少钱。后来我们想，因为2012年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开始成立公司了，那作为公司嘛，最终肯定是要挣钱的，所以后来就想做什么样的游戏。后来其实也是，我觉得命运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就2012年我们就冥思苦想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有一款这个 App Store 上的这个可以当成为小游戏吧，叫僵尸小镇出现了，对吧？
CC 当然应该很有印象啊。这款横版打僵尸的游戏，我们当时觉得特别好玩，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美式卡通，很简单的那个画面，当时我们就说，哎，这个要是换成这个 ACG 的风格就好了。正好我们当时其实又很喜欢另外一个作品叫《学园末世录》，所以当时左边有这个僵尸小镇，右边有这个学园末世录，啪，对吧？灵感就来了，灵感就来了，所以后来就做了崩坏学院这款产品，对，包括后面整个崩坏学院的这个美术设计啊，包括动作啊，那时候去调这个动画，这都是 CC 调的，可以分享一下。是啊，就是那个相当于我们的第2个项目嘛，但是这个项目这个游戏比之前的要大得多，然后当时在职的美术也就1个，所以就是你，对，所以就是原画、动画、特效各方面都做了，对。当然现在看是肯定不太行了，当年已经是非常惊艳了，对，环境所迫，就是什么都做那个时候。那经过就是这么一阶段的辛苦付出，我们快进到了崩坏2，终于赚钱了。对，当时就赚钱了，感觉怎么样？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天，是2014年的1月26号。然后我们正式在哔哩哔哩上面，因为当时哔哩哔哩也还是比较小，然后就挂了一个页面，把我们崩坏学院2这个产品就上线了。我记得第一天的充值收入好像是10万块。对，当时就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说感觉人生一辈子没挣到过这么多钱，一天挣到这么多钱，就一天就有这个玩家充值就有10万块，就非常非常激动。然后第2天好像就有20万块，哇，这是感觉。第3天正好已经是这个春节，已经是快接近除夕了，第3天就有40万，哇，当时简直就每天都像这个做梦一样。有没有觉得那种躺在床上就是10万、20万、30万？对我40万，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那个充值那个后台就在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支付宝，所以我就我闲下来之后就会看一下我支付宝那个余额，而且一直在涨，对，一直在涨，对，那个时候就特别兴奋，一刷打开看一刷，数字又涨了，又涨了，对，小年纪这个支付宝账号就有100万余额，特别兴奋啊。那当我们大家就是看到说自己努力做的东西，自己热爱的东西有所收获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激动的。那也坚定了，就是一定要走这条路。看来还是能够成功的，对吗？对，因为其实兴奋大概也就持续了可能1周吧，因为正好是春节期间。其实之后就是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服务器每天都宕机啊，各种客户，比如说用户这个玩家充值不到账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兴奋可能也就持续了1周而已，之后就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啊，所以整个2014年其实是我感觉是我这么多年最辛苦的一年。对，而且我的头发也是在那个时候白的。原来是这样，谜题解开了。那当时你们其实就是崩坏学院2，就是遇到那么多问题的时候，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崩坏学院2上线的时候，其实整个公司，包括就像 C 大啊，包括像天文，其实都在。然后我们一共就所有人加起来7个人。就要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对，7个人，就是每天都在那里修补，对，然后还有可能公关危机什么的，对吧？对，玩家在那里，为什么我充值没有？什么？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就是我之前其实2012年、13年，其实13年做过1年的客服嘛，所以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客服啊，最开始客服也是我做，但后来完全忙不过来。对，后来就开始从玩家里面招募一些对我们感兴趣的人，然后开始进来做客服。对，原来你们开始的一些员工也是从玩家之中。对，我们最早的这些包括公司的同事，其实都是我们的玩家。对，听到了吗？有没有想进入米哈游的？快来吧！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玩家加入米哈游，一起来这个技术宅拯救世界。崩坏学院2它是一款横版的射击的游戏，这个游戏我也玩过。对，它其实和崩坏3差别真的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其实当时我因为要配那个牙医嘛，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试音的是崩坏2的角色，然后后来找我配了崩坏3。我一看到那个游戏我就惊呆了，是这样子的吗？这么高级吗？就是我感觉手都在激动的发抖，竟然有一款这么厉害的游戏出来。那当时你们是怎么会说从一个2D 的横版的，看起来其实还做起来不是那么的，相对来说就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困难的游戏，一下子就是下一代就变成了感觉是一个飞跃，
对吧？变成了一个这样子高难度的动作游戏。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的话，其实那个崩坏2还是一个2D 的游戏嘛。然后那个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看到了，就是不是说二次元的东西我们只能用2D 来表达，而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市面上有一些，就像就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确崩坏3在做的时候也参考了像那个日本那边就是吉吉叉叉，然后他们的一个那个3D 的对3D 的那个渲染技术。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在3D 情况下，我们照样还是能够做到就是手绘，然后以及2D 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在3D 下来呈现，结合这些点嘛，然后把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做了一个3D 的动作游戏出来。就而且我们就刚才说，就是说我们公司就很希望做到就是超玩家预期嘛，所以说从2D 到3D， 或者说从我们的关卡到开放世界，其实每一个进步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超预期的这种表现。这从中的困难是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立项奔三的时候，其实项目里面就基本上是没有做 3D 项目的人员，然后包括我们做开放世界的游戏的时候，可能公司里面也没有开放世界经验的人，就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坚定的目标，就只有做到想好了那个方向，对，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能够超乎玩家的预期。我记得做奔三第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是因为从2D 到3D 嘛，其实这从中的经验是很少很少的。就第一个角色 Kiana， 就是我们大概打磨了6个月，就一个角色打磨了6个月，从原画再到模型，再绑定，再到动画，这一整套下来就6个月。结果6个月之后，我们跑完之后就砍了，重新再来一遍，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体型。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也很难。那当时你们开始说要做这样子的3D 的时候，然后中间遇到很多问题，有没有说质疑过？可能现在并不是时候，没有那样子的技术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优势吧，就是就像刚刚像天文和 C 大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理念，就像我今天穿的文化衫一样，叫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exciting, something out of imagination， 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做一些用户超出预期的产品，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会预感到它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作为一个技术宅团队的基因，不管是在技术上、美术上，还是在游戏设计上，我们认定的方向，我们一定会死磕到底。不计成本、不计人力、不计代价的去把它给死磕出来，这是这些年为什么看到我们在那么小的时候能做出崩坏3，然后在国内没有人做开放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原神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跟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技术宅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们团队所有同学，就包括美术同学、策划同学、包括程序同学，我们都是技术宅，大家都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这就是我们米哈游的口号，对吗？对，技术宅拯救世界。那米哈游这个公司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谁起的呢？其实这个名字我觉得是蛮巧的，因为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就3个人嘛，就在不停的想这个名字嘛。想名字真的很痛苦。对，但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你看米哈游这个有一个 H 和一个 Y， 对不对？其实我们有个合伙人是叫蔡浩宇，HY。另外一个合伙人叫罗宇浩 YH， 所以就取了他们俩的这个名字。对，原来是这样。对，是的。崩坏3中有哪些元素是致敬 EVA 的吗？其实致敬 EVA 这件事情不只是崩坏3啊，其实从那个崩坏1代，然后2代，然后开始，然后其实一直都是有的。然后就从最早就是2代的时候，有很多成就的名字里面的那个武器的一些技能，然后甚至说特效效果啊，然后其实都是完全是致敬的。对，然后崩坏3里面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假如说从美术上来讲，就是我们其实白练，然后第一个奇亚娜的角色，然后实际上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然后也是有点那个学习一下那个战斗服，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从崩坏这个 IP 的本身，崩坏整个就剧情设定、世界设定的一个本身来讲的话，它实际上也是由就是它的结构啊，其实深入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像 EVA 的。然后包括像那个使徒的设定，然后跟我们绿者的设定，对，然后还有就是崩坏，然后可能会对应就是EVA 里面就是使徒和冲击嘛，对，第一次崩坏，第二次崩坏。想想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像那个后崩的话，当时最后一关其实关注细节的同学应该会知道，就是那个他在最终，然后男主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解放的一个程度，然后那个是崩坏污染率，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它污染率从那个20、30，然后最后涨到了400%，然后400%其实就是 EVA 当时那个力天使然后初号机暴走的时候，然后它的同步率400%，然后这个值并不是随便写的。原来是这样。对，然后其实当时那个整个暴走就男主，然后爆发整个过程的话，实际上也是借鉴了 EV 当时那个真4，然后再这样就是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绝望，然后再逐步然后发现，然后在最终暴走，然后在一个爆破点上，然后啪一下开始，然后整个音乐声也响起，然后其实这些点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挺多就是受到这个 EVA 的一个影响的。那既然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 EVA， 在一开始的时候做这款游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心中有几个小萌芽说我以后要是等我厉害了，我要和 EVA 联动，有没有这样子想过？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是有的，对，大家也是憋着一股劲吧，就是说，希望哪一天崩坏这个 IP 也能够像 EV 这样，然后被大家所熟知，说我们哪一天联动的时候一定要配得上这个 IP，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吧。所以你觉得到今天，说是已经到了是这个时候了，我们可以和 EVA 进行联动了？对，因为我觉得崩坏这个 IP 发展这么多年，能够受到这么多就是用玩家的喜爱，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包括大家这次如果去体验我们的联动内容，其实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用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我们配得上这次联动，而且我们整个制作组都非常非常用心。那为这次联动，你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呢？其实我觉得整个从有这个联动想法，已经是整个持续应该是1年以上。我们开始觉得有这个提案，包括去跟日方去进行探讨啊，包括中间的很多讨论啊，包括很多细节啊，我觉得应该是持续时间是长达1年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很超出预期，就是说当我们整个 team 的同学知道说我们要做 EVA 联动的时候，我觉得就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是大家一直都在超模，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得比原来要，比如说原来可能花1倍的时间，现在可能为了做这个联动都要花2到3倍的时间，而且大家都乐此不疲啊。就是我什么要和 EVA 联动了，好，我一定会对，花更多时间来画的。整个这个过程中，我好像就一直做一个坏人，在跟大家讲说，你要注意我们的这个 deadline， 你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工期，你不要做得更好，你不要阻止我。对，绝对是这种，因为整个团队大家都是一个很亢奋啊，非常非常用心的这种状态去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停地给大家像我要作为坏人呢，就给大家去拉这个闸啊，因为否则我们这个可以了，到时间了，来不及了。对，否则我们就没法这个按时上线了。对。据说米哈游创立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创建一个 IP。能够让大家都喜欢，并且为之持续的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们觉得现在算是完成了吗？我觉得显然今天我们只能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因为我觉得说，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崩坏这个 IP， 从2012年开始创作到现在，我觉得说，如果它能够被大家所热爱、所喜爱。然后再超过10年，那它可能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们才敢说，我们至少把崩坏这个 IP 做成了。所以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崩坏这个 IP， 我们肯定一定还会把它做的内容更丰富，去陪伴更多的这个舰长去成长，能够真正成为一代舰长的记忆啊。对，所以我觉得说，那我们至少还有10年的这个时间要去努力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努力的实力，对不对？就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所以大家可以，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用心最重要。相信我们技术宅的实力，好吗？EV 的联动可是制作组的圆梦啊，一定不要错过，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